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在欲望与恐惧的交织中，你是否想过，你所追求的一切可能暗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？今天的故事将带你走进一个因微笑而陷入深渊的女人。她本想改变命运，却不知一切不过是欲望在暗处的戏弄。你相信世上真的有能实现愿望的灵体吗？还是说它只不过是我们内心欲望的具象化？阴雨绵绵，街边的庙会显得格外冷清，只有雨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零星的脚步回荡。小柔撑着伞缓缓穿行，湿冷的空气透过衣服渗入皮肤，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雨水沿着布帘滴落，将摊位边缘打湿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火混合泥土的气息，令人感到几分压抑。她原本只是出来散心，试图从近期的混乱生活中抽离视野，遇到瓶颈。同事的背叛让她一蹶不振，家里一连串的琐事更让她透不过气。可是当她看到那个摊位时，却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摊位上摆满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金童娃娃，他们身着华丽的衣服，面带微笑，双手合十，仿佛在默默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细雨中，他们的玻璃眼珠透出一股莫名的光泽，好像在轻轻召唤着他。想试试吗？低沉的声音从布帘后传来，沙哑而缓慢，像是直接钻进了他耳朵里。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从阴影中走出，手里拿着一支点着的信箱，香烟袅袅升起，与雨雾融在一起。这些是什么？小柔下意识地问，目光却始终被其中一个娃娃吸引。那只金童比其他的略大，脸上的笑容带着几分诡异的柔和，似乎比旁边的其他娃娃更有生命力。古曼童男人轻轻将线香插在一旁的香炉中，声音压得更低了一些，带回去，你的愿望就能实现，财富、平安，甚至幸福都可以。小柔愣了一下，眼神闪过几分犹豫。真的有用吗？她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但最近的生活已经让她走投无路。无论是公司项目的失败，还是与丈夫逐渐冷淡的关系，都像一张巨大的网，牢牢困住了她。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目光锐利的仿佛能穿透她的心思。愿不愿意试试，是你的选择。不过记住，带回去后要真心供养，不能中断，否则……他的声音拖长，话尾却故意停住，留下让人不安的愉悦。否则怎么样？小柔追问。男人只是摇头，转身拿起了那个特别吸引他的金童娃娃，将它放进一个小盒子里递给他。你会知道的。小柔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掏出钱包。多少钱？男人接过钱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，他会为你带来回报的。随即他微微鞠躬，目送他消失在雨幕中。回到家后，小柔将金童娃娃摆在了客厅一角的红木柜上，按照盒子里附带的指示点上了3炷香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娃娃的微笑显得更加生动，仿佛对他微微点头。他好奇心驱使，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古曼童的资料，那些描述让他的心情愈发复杂。传说古曼童是早夭的孩子灵魂，由泰国法师通过秘法加持制作而成，灵体善恶兼具，取决于供养者的真心。若供养得当，他们能带来财富、健康、平安；若被冷落或抛弃，可能招致厄运和怨气，甚至反噬主人。善灵还是邪灵，全看你怎么对待。这句话被许多故事反复提及，像是某种警告。看着屏幕上那些带着光环的笑脸和伴随的境界，小柔的手指轻轻颤抖了一下。她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无论代价如何，她都必须试一试。桌上的娃娃似乎听懂了她的心声，那微笑在烛光的映照下似乎又深了一分。雨后的阳光洒进客厅，小柔看着窗外明亮的天色，心情出奇的轻松。这是他供养古曼童的第3天，自从点香供奉那天起，一切仿佛都有了转机。
他本以为这只是心理作用，但太多的巧合让他开始相信。他的工作业绩飙升，几个陷入僵局的客户突然主动联系签了合约，领导甚至破例在早会上点名表扬他。他的邮箱开始充满合作邀请，而就在1周前，他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裁员风声感到恐慌。不止如此，丈夫在家中难得的沉默开始转变为温柔，两人间久违的笑声再次充满了饭桌，就连儿子身上的怪病也有了起色。这个困扰了他半年的问题，竟在一次例行复诊中被医生宣布不再需要进一步治疗。这还不算最让人惊讶的。某天，小柔打开了家门信箱，竟然发现一张彩票中奖通知。虽然金额不算惊天动地，但这笔钱足以让他们一家人轻松度过难关。他无数次站在古曼童面前，看着他的微笑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每次点香供上糖果，他都默默念叨：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他甚至开始为他挑选更精致的贡品，就像对待一个活生生的孩子。他坚信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守护。然而，随着好运的延续，微妙的不安也开始悄然滋生。一天深夜，小柔被一阵轻微的声音惊醒。起初她以为是风声，但这声音却更像是脚步在木地板上轻轻踩过。她半睁开眼，耳朵捕捉到那声音时断时续，从客厅的方向传来。谁在那？她喊了一声，但没有人回应。她穿上拖鞋走到客厅，却发现灯下的地板上洒满了糖果碎屑。那些她刚刚供奉给古曼童的糖果被整齐地摆成了一个笑脸形状。她站在原地，脑袋嗡嗡作响，试图说服自己是儿子调皮捣蛋，但她的视线扫过一旁的时钟，显示着凌晨2点半。她的儿子一直在房间睡觉，绝无可能起夜做这些。这只是我太累了，她低声自语，将地板上的糖果打扫干净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然而，当她回头时，那个娃娃的目光似乎直直地对上了她，脸上的微笑在夜色中显得更加诡异。小柔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压力导致的幻觉。她最近忙于工作，晚上又总失眠，精神确实有些紧绷，但那种说不清的寒意开始在她心中扎根。每次她供奉娃娃时，都会下意识地打量她，怀疑她是不是多了一些表情。偶尔，她会觉得她的嘴角弯得比昨天更高，眼神里多了一丝别样的光。别想太多，她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。然而，她的手却不自觉地发抖，点香时也总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正静静地注视着她。起初的一切顺遂仿佛是命运的恩赐，但很快，这份幸运开始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向失控。第一个出事的是他的同事，也是他的竞争对手之一。那天，刚刚被安排与他合作的同事在下班途中出了一场离奇的车祸，整辆车失控冲进了河里。同事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却因此住院。项目最终落到了小柔一个人身上。别人称他幸运，他却觉得这份幸运让他喘不过气。这也许只是巧合，他告诉自己，但接连发生的事情却越来越难以解释。家里的镜子开始无缘无故的碎裂。有一次，他刚化完妆转身拿包，就听见背后的啪一声。等他回头时，镜子的碎片散落一地，而娃娃正静静坐在原处，玻璃般的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他。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总觉得那张微笑的脸在慢慢扩大，像是在嘲弄他。每晚，小柔都无法安然入睡，梦境里总有一只冰冷的手抓住她的手腕，软糯又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喃喃：陪我玩吧，陪我玩吧。梦里的金童娃娃总是拉着她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甚至还会突然用尖锐的嗓音尖叫：你不能离开我。小柔惊醒后，喘着粗气，额头满是冷汗。然而，当她拉开袖子时，却看到手腕上有淡淡的抓痕，那痕迹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手掌大小。她紧握着手臂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无意识抓伤，但心底的恐惧却一点点蔓延开来。她终于忍无可忍，决定停止供养。
那天，他没有再给古曼童点香，也没有摆上糖果，他将娃娃放回盒子里，试图与他彻底断开联系，但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夜里，客厅传来阵阵低语，像是一群小孩的嬉闹声。他打开门时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关上门后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啪嗒，他回头看见盒子里的娃娃竟然自行从里面滚了出来，直直地倒在他脚边。与此同时，儿子突然发高烧，高烧到40度，怎么送医都无法退烧。他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喊着：“妈妈，他在看我，他一直在看我。”小柔浑身冰冷，转头看向床头柜，发现娃娃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摆到了那里，正面向他儿子的方向，露出诡异的微笑。小柔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崩溃，她坐在床边，抱着发抖的双手，嘴里不停地喃喃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买它，不该带它回家。”她想哭却哭不出来，胸口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得透不过气。她知道一切都是她的错，是她的欲望让这个灵体变得贪婪，是她的疏忽让她学会了对抗它。那个娃娃，那个金童，似乎不再是单纯的守护灵，它变成了某种比他想象中更可怕的存在。他意识到这场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小柔终于无法再忍受，她抱着古曼童，穿过漆黑的夜路，来到了一个传说中灵验的老旧庙宇。庙宇位于一座偏僻的小山上，昏暗的灯光在浓雾中显得若隐若现。庙前的香炉几乎熄灭，只剩下一丝微弱的烟雾升腾。庙主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接过小柔手中的古曼童时，手指停顿了一下，眉头紧锁。这个东西已经被玷污了，他低声说道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安。被玷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柔的声音带着颤抖。庙主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把古曼童放到神坛前。就在香火点燃的一瞬间，神坛上的神像竟然发出一声低沉的咔嚓声，随即一条裂纹从神像的额头蔓延至胸口，宛如一道警告。庙主脸色骤变，他的灵魂已经偏离了正轨，不再受正神庇护。他的存在现在完全依赖于你的欲望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深邃地看着小柔。欲望越多，他就越强大，反噬也就越严重。小柔愣在原地，耳边嗡嗡作响。庙主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内心。微笑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他不是守护你，而是在吞噬你。庙主指向古曼童，他的微笑是从你的欲望中吸取的，他越满足你，你就越离不开他，而他也会因此越来越强，最终反噬你，吞噬我的欲望。小柔喃喃自语，脑海中浮现出过去几个月的画面。她因事业顺遂而忽略了丈夫的感受，为了保住项目，隐瞒了一个足以影响团队决策的错误，甚至连儿子的病，她都下意识地认为是古曼童的功劳，而不是医生的努力。她想要一切变得顺利，甚至不惜牺牲别人。所以是我的错。她的声音哽咽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庙主点头，古曼童不过是你欲望的具象化，你越是依赖他，他就越强，直到他不再需要你的供养，而是反过来控制你。庙主试图与古曼童的灵体沟通，点燃了3炷香，将香灰洒在古曼童上。然而香灰刚落，整个庙宇骤然一震，挂在墙上的铜铃发出尖锐的碰撞声，似乎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剧烈挣扎。古曼童的脸上那原本柔和的微笑突然变得狰狞，玻璃珠般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道红光。香火猛烈晃动，神坛上的裂纹越来越多，最终轰的一声，神像从中间裂开，碎片掉落在地。他已经脱离控制了，庙主喊道，声音里透着惊恐，他要吞噬你最后的心血，你的儿子。话音未落，古曼童突然从神坛前跃起，直直地朝小柔扑去。他被一股冰冷的力量撞倒在地，耳边充斥着孩童的尖笑声，你说过会陪我玩的，不许丢下我。小柔的儿子突然在角落里抽泣着喊，妈妈，别让他过来。
这一声喊让他彻底清醒，他强忍着恐惧，跪在地上，对着古曼童低下了头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贪婪，我自私，把自己的欲望加诸于你身上。如果你恨，就来找我，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古曼童的笑声戛然而止，整个庙宇陷入一片死寂。随后，他的玻璃眼睛缓缓转向小柔，脸上的笑容似乎多了一丝悲哀。紧接着，娃娃轻轻一道，重新变得僵硬，像是一件普通的玩偶。庙主松了一口气，扶起满脸泪水的小柔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她送回原来的庙宇，那里是她诞生的地方，她的灵魂也只能在那里得到安息。送走古曼童后的几个月，小柔的生活终于趋于平静。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开始投入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努力修复与丈夫和儿子之间的关系。尽管日子依旧忙碌，但她感到一种久违的安稳，仿佛从一场深渊般的梦境中脱离出来。她不再刻意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顺遂，也试着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。一切似乎在慢慢好转，然而那段经历却像一道浅浅的阴影，始终留在她心底的某个角落。某个晴朗的下午，小柔决定彻底整理家里的杂物。她打开儿子的玩具柜，将凌乱堆积的积木和玩偶一件件摆好。当她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时，目光却停在了一个角落，那里放着一颗小糖果，糖汁有些发皱，糖果表面似乎被咬了一口，露出微微发白的糖心。而在糖果旁边，地板上有一小滩水渍，那水渍淡淡的，却勾勒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，一个笑脸。小柔怔住了，手指微微发抖，脑海里瞬间翻涌起无数画面。那熟悉的微笑，那个深夜洒满地板的糖果，那个曾经让她无法平静的笑声，像是一道冰冷的寒风掠过她的背脊。别想多了，她强迫自己转过身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她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儿子玩耍时遗忘的糖果，水渍也许只是意外洒上的水。可那莫名的寒意，却像一只冰冷的手，紧紧攫住她的喉咙。当她再次转身看向那个笑脸时，仿佛听见耳边传来一个模糊的低语：别忘了我。她仓促地合上抽屉，转身走出房间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但那笑脸的轮廓，那低语的回响，却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她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关上的门，房间内的一切仿佛变得格外安静，静得让人不安。古曼童真的离开了吗？还是说他仍然潜伏在某个阴影中，静静注视着他的生活，等待着他再一次的软弱和贪念。夜晚，小柔独自坐在客厅里，盯着那盏昏黄的吊灯，思绪翻涌。她终于明白，古曼童不过是他心底欲望的象征，他满足了他的渴望，却也放大了他的自私与贪婪。欲望本无罪，他喃喃道，罪的是我们对欲望的无度追求。他闭上眼睛，陷入沉思。窗外的风吹过，带来一阵隐约的铃铛声，似远似近，像是另一个微笑的开始。